只是生了一次病，他奶奶就要把他卖了。要知道前2天她还是家里的公主，而现在她父亲死了，家里没人赚钱，他奶奶就要把他卖了。求求你了，不要带走姐姐，放开她。娘，你不要卖我姐行不行？我会干活的，不要卖我姐。不卖了她，家里的日子还怎么过？你们4叔的学费谁得交呢？干坏我的好事，看我不打死你们！而此时秋妍刚穿越过来，听到原身的继奶如此恶毒，当即用力松开身上绳子，一把夺过旁边壮汉的驴鞭，用力甩向杨氏腿弯。小孽种，你敢打我！他起身扑向秋妍，似要将她撕碎，但才刚起身，他就被2个孩子死死拽住。是个烈性子，我喜欢，我定先提前享用一番，也不枉费我今日跑这一趟。他说完，掏出腰间短刀，准备震慑住这突然发狂的姑娘。秋妍见状后退一步，随后捡起地上矮凳，径直砸了过去。咔嚓一声，刀被打飞了，接着趁壮汉不备，把他拍倒在地，再用短刀蓦地插在他的小腹。瞬间鲜血蔓延出来，痛得他变了脸色。壮汉不可置信地望着面前的秋妍，我竟然输给了一个姑娘，真是奇耻大辱！壮汉被吓了一跳，回过神来，赶紧溜了。小丫头胡乱擦了一把眼泪，踉跄扑到了姐姐怀中。男孩则在旁边一脸警惕地看着杨氏。灵儿、阿喜，你们莫怕，姐姐会保护你们的。姐姐，灵儿想二叔了，灵儿想离开这里。好，咱们今日就离开。阿喜，你去寻村长叔叔，为咱们主持公道。阿旭听到一溜烟的跑了，看见邱家这么吵闹，邱家陆续多了几名驻足观望的零散村民。而杨氏看到村民，他便坐在地上开始撒泼。哎呦，我的腿，我的老腰，不得了，孙女要杀奶奶了。村民们知道杨婆子素日张扬跋扈，不是什么好人，自然知道她是装的。到底不是庆奶奶，爱可怜的孩子，这什么命呢？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奶奶？邱老大才去世不久，他就要卖3个孩子，作孽啊！他们可怜，我老婆子才可怜呢，白白失了20两银子不说，还遭了老罪。你们一个个的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没看到我的腰腿都受伤了吗？自家的事情还处理不好，还跑来管别人家的闲事，真是吃饱了撑的，闲得慌。片刻之后，邱旭就带着年约30多岁的青年男人走进了邱家院子。此人正是村长赵山。村长，家里的孩子不听话，我教训教训他们。是这样吗？村长叔叔，细细说来。村长向来嫉恶如仇，又因早就看不惯杨氏恶行，现在也有心帮助秋妍姐弟。我想请叔叔做主，让我们3人分家另过。秋妍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？分家之事在岭南村几乎没有，你们3人父母双亡，最大的秋妍虽说18岁了，但到底是个姑娘家。滚蛋，想分家，做梦！先听秋妍把话说完。这些年来，我和弟妹3人整日食不果腹，家里的脏活累活都是我们在做，但即便如此，稍有不慎，我们便会遭到继奶痛打辱骂。我们时常在饿死和冻死的边缘垂死挣扎，能活到现在已实属不易。我爹每年都往家寄钱，可那些钱我们连一个童子儿也没见过，家里的钱都被继奶拿去补贴了他的亲生儿孙。如今我爹故去，他便想卖我去青楼那等污秽之地，这个家继奶已经容不下我们，唯有分家断离，方是我们唯一活路。秋妍语毕，姐弟2人先后掀开衣袖，纤细瘦小的手臂上露出触目惊心的精子掐痕，引来一片唏嘘。唯一活路几个字，更是让众人心头一酸。我不同意，小贱蹄子，这也值得告状。这年头挨饿受冻怎么了？哪家不是一样难过？卖你怎么了？若都像你这般反抗，那人牙的生意还做不做了？他伸手就要去扯秋妍头发，却被赵村长一眼给瞪了回去。杨氏，你是要当着我的面就动手吗？逼良为娼，这是长辈能做出的事情吗？杨氏发现情况不对劲，扯开嗓子就开始哭嚎，那叫一个声泪俱下。我怎么这么命苦呢？老大和他媳妇都去了，老二又忤逆不孝，我老婆子辛辛苦苦拉扯这几个孩子不容易，如今打不得骂不得的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？养了3个祖宗吗？杨氏的恶行实在令人发指，他想要改变众人对他的态度，然而却与之相反。你杨氏命苦吗？在众人看来，摊上这么个恶毒奶奶，孩子们命苦才是真的。赵村长见杨氏这般恶毒，一改先前犹豫之态。好，秋妍，既然你已经想好，就要为自己今日所说的话负起责任，往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叔叔帮忙。叔叔，您请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弟弟妹妹的。秋妍说的认真，身后的秋旭跟着点了点头。分家初定，任凭杨氏再怎么撒泼不允，也无济于事。在这之间，秋妍还不忘对杨氏要地。即是分家，前2田地理应分我们一份。嘿，做梦！
田都给了你们，我们一大家子不吃不喝了吗？我爹刚故去不久，你就这般对待我们，你就不怕他的魂魄学你报仇吗？邱岩话到此处，天色忽的一暗，随之闪过一道白光。年仅18岁就要当户主，并且还要带着弟弟妹妹去街上要饭，可大家不仅不奇怪，甚至觉得这样做是最好的。只因他有个恶毒的奶奶，趁他父母死后，便想把他卖到青楼。结果女孩找来了村长，提出要断亲，自己当户主。即是分家，前2田地里应分我们一份。既然要分家，肯定要分田分粮的，不然让3个孩子怎么活呢？呸！做梦！田都给了你们，我们一大家子不吃不喝了。我爹每年都往家寄钱，而现在我爹刚故去不久，你就这般对待我们，你就不怕他的魂魄学你报仇吗？邱岩话到此处，天色忽的一暗，随之闪过一道白光。焦老大回来了，天空惊雷再现，村民们一个个怕地跑出了邱家院子，而杨氏整张脸变得惨白。你少吓唬人！邱岩说的对，我这就帮你们分户。邱家统共有10亩田地，这5年来，邱老大少说也往家里寄了几十两银子，公平起见，就分给大房1家2亩田地，20两银子。从今往后，你们2家就彻底断了关系。多谢村长叔叔。不必谢我，我身为一村之长，处理家庭矛盾这等事情，本就是分内之事。很快拟好了分家文书，邱岩看着沉甸甸的断亲文书，终于他们自由了。邱岩也懂得分寸，礼貌送出了村长，就是杨氏抠搜的厉害，死活不肯交出钱财田契。事情办妥后，邱岩也很快就带着弟弟妹妹去了老宅。姐姐，我们以后还回去吗？邱岩坚定摇了摇头，不回去了。邱玲儿想到自此可以免受杨氏的责罚，咯咯笑出了声，但很快他就变得闷闷不乐。颖儿，怎么了？妹妹是怕二叔回来找不到我们。在邱玲儿3岁那年，邱老大背着行囊上了战场，时隔5年，邱玲儿早已忘了邱老大长什么样子，在他心中，二叔比亲爹还亲。唉，只是二叔入了大牢，想要回来难上加难。不会的，我们不出村子，就住在邱家老院。二叔若是回来，随便找人打听一番，很快就会找到我们的。听他这么说，小玲心情瞬间好转，她还真以为姐姐要带他们2人离开村子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妇人拎着一篮子野菜走了过来，好奇地打量着他们3人。邱岩丫头，你们这是？根据记忆，邱岩很快认出来人，此人名叫叶秋云，年约37、8，就住在隔壁院子，是他们的新邻居。叶婶，我们从邱家搬出来了。听邱岩所言，他虽对搬家之事有些疑惑，但因2家不熟，这又是人家的家事，他并未过多过问，只是寒暄几句就走了。等人走后，邱岩就打算和弟弟妹妹去山上找点食物吃，可是3人围绕进山寻了许久，周围除了树木还是树木。难不成今晚上要靠草根度日吗？突然，远方咯咯一声鸡叫，一只野鸡嗖地飞出，瞬间又没了踪影。邱岩想要去追，可是距离太远。到了前面丛林，邱岩扒开树枝仔细寻找，果然看到野鸡蛋挤成一堆。哇，姐姐你好厉害啊，这么快就找到食物了。我们先准备捡鸡蛋吧，然后煮鸡蛋吃。很快就捡完鸡蛋，几人跟着一起回了家，准备回去煮鸡蛋吃。结果回来就看到他3叔已经在门口等候了。邱岩，原来你们真在这里。你们来干什么？邱岩平淡看了一眼邱老3夫妇，邱老3外表憨厚，但忠厚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恶毒的心。臭小子，连3叔3婶也不叫了，老院这么破，哪里就能住人呢？3叔是来接你们回家的，亲人之间呢，哪有隔夜仇？钱氏一双眼死死盯着邱岩的包袱，笑得和颜悦色。大勇，邱旭从小就没爹娘在旁教导，难免不懂礼数。你这个做3叔的，可别跟他一般见识。看来杨氏昨日没将话跟你们说清楚，不知道情况，再回去问他。记住了，往后休要在我们面前乱认长辈，你们还不配。往前在老邱家时，邱大勇可没少欺负他们姐弟。有一次，因为他的女儿邱慧抢了邱岩的衣服，邱岩据理力争，却被邱大勇甩了一巴掌。反了你了。不过邱岩跟3叔去县城一趟，3叔给你寻了一门好亲事，夫家姓张，是个员外郎，你一去了就是主子，身旁还有一大堆丫鬟奴仆侍奉。去你老母，要去你自己去。刚死，他3叔就要他嫁给别人当小妾，若是不同意，他就把他弟弟妹妹打死。要知道前2天他还是家里的小公主，而现在他父亲死了，在家里没靠山，他3叔便想把他卖了换银子。邱岩，识相点，跟3叔去县城相看人家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你弟弟妹妹这日子才能过得下去。若你不同意这门亲事，他们也别想好过。哟呵，员外家既然那么好，你怎么不将你女儿邱慧家过去呢？少跟我在这儿套近乎，如果没什么事情，就赶紧滚。邱岩，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这人呢，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
人家张员外能不能看上你还另说呢。说完，邱老三猛然向前一扑，但被邱岩闪身躲过。不待他起身，邱岩一脚踩在他的手指，且邱岩边踩边跳。叫谁臭丫头呢？秋妍，他可是你三叔。他想拉住邱岩，却被邱旭横向阻拦，而邱老三手指被踩早已经变得通红。邱岩，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贱种啊！我的手，放开我！再敢巡视，我废了你一只手！邱岩说完，一脚把邱老三踢飞，然后拉着弟妹就离开了，因为懒得再跟面前这两口子耍嘴皮子。而邱老三今日这脸是丢大了，他爬起身就要追赶，却被钱氏一把拽住。老三，算了，想要教训秋妍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到点了，等下还要拉村民们到镇上呢。闹剧结束，邱岩先是回家煮了些鸡蛋吃，然后就马不停蹄的三人踏上了去县城的路。因为他知道村里的牛车夫是邱老三，也就打算带着弟妹步行去县城。路刚走没几步，他就听到身后一阵蹄声，三人回头就看到叶氏两口子驾着驴车走了过来。秋元，真的是你们？这是要去哪儿呢？去县城找你们姑姑吗？李叔、婶子，你们好，我们准备去县城卖鸡蛋，你们呢？也要去县城吗？你李叔近日咳喘的有些重，我带他去县城看看。快上来，捎你们一程。李征板着张脸，只朝三人略微颔首，并无言语。邱岩三人坐上了李家夫妇的顺风车，速度快了许多，半个多时辰后就到了县城。下了驴车，秋玲就像刚出笼的鸟儿，一路欢快跳跃。姐姐，县城好大，好热闹，我好喜欢这里。灵儿，慢点跑，小心摔倒。邱岩紧盯着前方的两个小身影，灵儿这般才是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。随后来到街边，邱岩寻了一处地理位置偏好的地方，很快他便开始摆摊卖野鸡蛋。自此打破了平生的第一次做生意。邱岩将鸡蛋拿出来，很快有个妇人从身前经过，邱岩叫住了他：婶子，要鸡蛋吗？都是新鲜的。看见妇人没回话，邱岩又说：婶子，山里的野鸡蛋，过来看看。可妇人随意瞥了一眼地上的野鸡蛋，话没一句也走了。杀伐果断的邱岩在做生意这方面完全就是个生手，但她现在就是个贫苦的农家女，为了生计，她绝不气馁。婶子，过来看看，野鸡蛋营养丰富，最适合妇女儿童。终于有个妇人停下脚步过来询问：这是鸡蛋？婶子，是野鸡蛋，全是新鲜的，你要看上了，便宜卖给您。见妇人站着没动，看起来似乎有些动心，他再次开口：婶子，一个野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当于10个家鸡蛋，只有我们山村才有，我也给您算2文一个。你若是能一次全要了，15个鸡蛋统共30文，我算您28文。能不能再便宜点儿？25文我全要了。婶子，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容易，这样吧，27文，不能再少了。但如他所愿，该妇人不再还价，利索掏出了27个铜子儿递给邱岩。渐渐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邱旭看着铜钱，觉得姐姐简直太厉害了，要他卖鸡蛋，就是摆一天他也卖不出去。我们先去杂货铺买点东西，然后去和叶婶他们会合。三人来到一个杂货铺子，有锅碗瓢盆扫帚等等东西应有尽有。邱岩恨不得将整个店铺都搬回家去，因为现在他家里什么都缺。小哥，这个铁锅怎么卖？40文。糖，给我来一个。最后剩下的3文钱，邱岩又买了1斤玉米面。钱花完后，邱岩拉着弟妹来到叶氏两口子这边，然后坐着驴车回去。回到家，三人先是吃了一碗饭，休息片刻，又去了山林一趟。靠山吃山，他们闲下来时也只能去那里。三人在山林走着，抬头间，他看到前方出现一个人影。姐姐，你看那个人是不是小叔？远方的桃树之上，他小叔邱老五正在费力攀着高枝上的桃子。小叔，你在干嘛？有你这小妮子，喊那么大声做什么？你要吓死我吗？随后看向邱岩说道：邱岩，我今儿上午回家后就没看到你们，这一问方知，你们3个搬去老院儿了。这好端端的，你们搬到老院儿做什么？不知道原因，问你娘去。邱岩对这邱老五并没什么好印象，邱老五整日和一帮泼皮混在一起，偷鸡摸狗，不务正业，还总是惹祸。往后谁若嫁了这样的男人，这辈子就算完了。正当这时，山林不远处来了几个挎着篮子采挖野菜的小姑娘。一名双丫髻姑娘认真看了一眼桃树，然后对一名少女道：秋慧，树上那个是你堂姐吗？她和谁在摘桃子呢？坐在地上玩虫子，她表姐便把她撞倒，还说她是瞎子不看路。可不料二嫂看到后，直接把树枝砸到她脸上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故意的对不对？对，我就是故意的。秋慧，再让我听到你满嘴喷粪欺负我妹妹，信不信我让你这辈子都别想说话。小叔，你看他欺负我。不是我说你秋慧，小灵儿到底哪里惹到你了？你为什么总是跟他们过不去呢？
我不管，都是秋妍的错。还有小叔，我也想吃桃子，你跟秋妍要桃子行不行？这会儿，秋妍已经围绕高处树枝来回跳跃一番，树梢上的桃子也已被她尽数摘完。邱大宇看了看秋慧眼巴巴瞅着桃子的眼神，想了想，还是找秋妍要桃子去。秋妍，这野桃子可是我先发现的，怎么说也有我一半。就是这桃子也有小叔一半，都是1多半。想得美，长在山里，谁摘到就是谁的。邱老五见要不到，就摆出长辈的谱。别忘了，我可是你小叔，你总要顾念一下叔侄情分吧。哼，又一个想拿长辈身份压人的。邱大宇，我们大房一家早就跟你们没了关系，往后没什么事情，别来招惹我。你有你这么直呼小叔名讳的吗？我认，您便是；我不认，哪凉快哪待着去。秋妍这话说的，让邱大宇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。哼，小叔真没用，跟他用得着这么客气吗？秋慧讨不到桃子，就像往常一样动手去抢。就在秋慧双手刚伸到秋妍衣兜的时候，手腕忽地传来剧痛，接着就被秋妍一脚踢在小腹，重重摔在地上。秋慧眼泪瞬间溢出，她委屈的不行。秋妍，你给我等着！我等着，就怕你不来。我秋妍从不是个怕事的。你们三房一家若是能安分守己，我无意惹事；可若是再敢欺负我们姐弟，我定当以牙还牙。秋慧色厉内荏，也不敢再去抢桃，赶紧拖着疼痛的身体跑了。而她小叔看到后也偷偷溜了。当晚，秋妍吃野桃的时候，还不忘嘱咐秋旭给李家送去几个。次日一早，秋妍就打算进城卖木耳，结果走在叶婶子门前，发现了一位黑衣男和他的孩子。姑娘，咋？你是谁？秋妍搜遍记忆，也不记得岭南村有这么个男人。我叫顾谦，你叫什么？不待他回话，就见叶氏不知何时走到了二人面前。顾谦看到叶氏，忙朝他拱手：“师娘，不是昨日就让你走了吗？你怎么还在这里？”师娘，你就让我见见师傅吧。师傅他不该被困在这贫苦山村，他应该有更好的生活。顾谦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他不想见你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清静下来，想过过舒心的日子，你快些走吧。顾谦想了想，没再多说，伸手从怀中掏出一袋碎银子递给叶氏。师娘，这些钱您拿着，买些家用。不用，你自己留着花吧。我们如今能自给自足，也就知足了。叶氏说完转身就走了。顾谦拿着钱袋的手在空中僵直片刻，他有些沮丧。二人这一通对话，秋妍听的是云里雾里的，他好奇，但并未过问，只是和顾谦道别后，就和弟弟妹妹徒步去县城卖木耳去了。很快来到了镇上最繁华的酒店，很不幸，秋妍刚要入内，就被门口的小厮拦住去路，死活不让进。姑娘，我们酒楼招待的都是一些达官贵人，瞧你们这寒酸劲儿，这儿的饭菜你们吃得起吗？小哥，我们是来问问你们酒楼收不收木耳？小厮听后不屑冷哼一声，推手继续赶人。姑娘，你还是带着弟弟妹妹去别家看看吧，我们酒楼有合作的商贩，不接木耳。我们这木耳都是正经山货。去，别妨碍我们做生意，要不然打死你们。秋妍吃了闭门羹，拉着弟妹转身去了干货铺子。秋妍看着店内男人，开门见山直接问道：“掌柜，你们这儿收不收山货？”哪里来的乞丐？干货铺掌柜听到问话，刚想挥手赶人，但定睛一看秋妍这倾城的容颜，一颗眼珠子恨不得贴到她的身上。别人来了我不收，但姑娘送的我收。怎么个收法？木耳3文1斤，金菇1文1斤。不过姑娘，这最近手头上不太宽裕，先欠着行不？这么便宜，我不卖了。你说不卖就不卖嘛，你不卖，别想从这走出去。板看二嫂是土包子，就把二嫂的木耳扔了，然后又看到二嫂长得美，就想猥琐二嫂，结果二嫂反手就是一巴掌。哎呦姑娘，你的这巴掌都打进我的心里了。还有你今晚来我房间，我们再商议一下这木耳的价格，你看如何？不如何，就说你要不要，即便是卖你，你觉得这价格合理吗？是吗？姑娘有什么合不合理的？我看看。他说完就要摸二嫂的手，可不料二嫂这次不留手，直接把他的手指折断，再一脚把他踢飞。你想打姑奶奶主意，你活腻了啊！疼死我了！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丫头！你给我等着，我去摇人。等你妹呢！老娘懒得理你，老娘要走了。说完，秋妍三人撒腿就跑，因为此时不跑更待何时？很快，秋妍踏进了另一家酒楼——星月楼。不过酒楼的生意很惨淡，只见酒楼内零零散散坐着2、3桌茶客，甚至有几张桌子上还残留着客人吃剩的碗筷。秋妍看着趴在柜台呼呼睡着大觉的店小二，轻轻拍了拍柜台：“小二哥，你们掌柜的在不在？”“姑娘，有什么事您说。”“我们带了些山货，你们这酒楼收不收？”“你等着，我进去问问掌柜。”很快，小二身前就走出一名少年，只是秋妍怎么也没想到这酒楼的东家会这般年轻。
小掌柜，我这都是些正经山货，木耳颜色周正，质地柔软，可荤可素，都是精心晾晒的。菌菇也是一样，最重要的是它味道鲜美且营养丰富。您看看，成色可还行。他凑上前闻了闻木耳，不会有毒吧？嗨嗨，小掌柜，我跟您无冤无仇的，何故害你？你若是不信任我们这木耳和菌菇随时接手验货的。姑娘，你觉得木耳在我这酒楼卖得出去吗？富家子周子方因为不想读书，被他爹派到了这偏远县城接受磨难，目的就是想让他回去好好读书。可他做的酒楼每天都在亏钱，穷的他都快吃不起饭了。他就是想回去，也拉不下脸面。生意好了，自然能卖得出去；反之，就想办法挽救。关于我这萧条的生意，姑娘可有解决之法？依我看，酒楼生意好坏跟3个方面有关：第一，位置选择；第二，店铺清洁度；第三，就是良好的服务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客人不认可我们星月楼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天气热了，你给客人送些免费的甜汤茶品，想想办法，生意总会好的。免费的甜汤茶品，这样做真的可行？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？酒楼以菜色著称。邱岩捡重点说了一通，剩下的让他自己琢磨。周子方沉思片刻，就定了主意。明日起，他要改变酒楼现状，而想要生意做好，食材当然是第一步。那这个木耳怎么卖呢？木耳25文一斤，菌菇5文一斤。好，我都要了。最后邱岩卖了140文钱，小掌柜也很满意。走出星月楼后，几人去吃了几碗面，然后又去粮油铺子，玉米面买了3斤，白面买了1。接下来的2天里，邱岩继续挖草药，一点点积攒起来卖给药铺，这生活质量上才能提高不少。直到这天，邱岩带着弟妹走得稍远了些，一道男童的啼哭声吸引了他的注意。姐姐，这声音好耳熟。邱岩带着2人循声过去，就见一个小娃娃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小然，怎么是你？这不正是顾谦身边的幼童吗？这爹也太不负责了，孩子这么小，如何能将孩子一人丢在这深山里？邱岩见孩子可怜，展开双臂将他抱在怀中。小然，你爹呢？顾小然抽了抽鼻子，咂巴了2下小嘴，随手指向了远方密林。走了约莫1刻多钟，他们就听到了一阵打斗声。只见一长一少2个男人正打得水深火热，2人正是邻居李叔和顾谦无疑。李叔平时看着平平淡淡，不露锋芒，邱岩没想到他有如此身手。打了许久之后，李征转身离去，顾谦驻足停留许久，方才想起顾小然，心一下子慌了神。小然，对不起。顾小然歪了歪头，一脸不情愿。孩子太小，身为人父，你要对他负责。姑娘说的对，是我失职。没事，下次注意点就行了。姑娘多谢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邱岩。邱岩说完就回家去了。结果刚到院门口，邱岩就发现自家院里站着一个男人，该男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原主以前的相好赵正。小岩，等了你许久，终于看到你了。邱岩认真看了一眼面前的男人，长得倒还清秀，但不是邱岩喜欢的类型。见邱岩不说话，赵正继续道：小岩，当初是奶奶聘礼要的太多，我没有能力，如今她改口了，只要5两银子，咱们择日便可完婚。